各位好，继续我们的 iPhone 内置 App 的专题。本期呢，我们要聊到播客 App， 英文叫 Podcast。这个直指我心。最近跟我节目的各位观众应该知道，我也打算自己开自己的播客，所以正好我看到这期讲播客，还蛮感慨的。这个正好在这个时间节点啊，我觉得特别适合。所以终于能在这期节目当中跟大家放开的聊一聊什么叫播客了。我记得我在 Apple Store 上主持 Today Apple 课程的时候，其中有一节课就是教大家怎么样去录制自己的播客的。也是一个小众课程，说实话啊，参加的人不多，但是真正喜欢录音、喜欢音频喜欢音乐这些观众其实来了之后，大家几个人在一起聊一聊玩一玩不像拍照那么多人也照不过来啊，这感觉也蛮好的戴着耳机安安静静的其实表面上看这桌人安安静静，其实内心汹涌这个就是音乐课程的一个特点那说到播客呢，它的首次发布，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应该也是在2006年到07年这个时间节点上。为什么我这个记数字完全脑子跟不上的人竟然能记住这个时间节点？原因是因为在那个时候，我正好开了自己的一家店也是作为 Apple 的一些经销商，那个时候在卖 iPod 和一些入门级的 Mac 电脑。然后还有一个原因呢，是因为那个时间节点 Apple 的 Mac 电脑正好从 IBM 的 PowerPC 处理器转换成 Intel 的酷睿处理器。与此同时发布的这个播客，所以我对这个时间节点记得特别清楚我还记得当时我自己在我的店里面设计海报，当时还跟大家去说了播客这件，设计了一张播客的海报。那播客是什么呢？其实一言以蔽之，就是一个网络电台你可以理解成网络时代的收音机。我不知道现在除了的哥以外，出租车司机以外，还有哪些人会有听收音的习惯我相信绝对是更少众了吧，更小众但是听播客呢，应该会比听收音机的人要多。因为我之前一期节目也聊过，其实像 iPhone 这样的数码产品，内置一个收音机的功能，其实不那么划算当然了，关键也是因为太小众了那网络播客就不一样了，它的成本比较低，跟这个 YouTube 视频一样，我录一期节目又没有视频，纯音频的收音机嘛，对吧？纯音频的，然后我是提前录制下来的。如果是广播电台呢，它是叫现场直播，主持人在那边说话，你那边拿个收音机就听到了，以光速传播那播客是先录好的放到网上，所以所有的播客全是录播。因为它没有视频，所以它占用的容量又比较小但是呢，也是因为没有视频，这个就火不起来因为这个相比于视觉的刺激这个声音的刺激呢，就是来的对于人类这个物种来讲，就来的没有视频的刺激那么的强烈对于大多数人来讲但是呢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小众的原因因为精彩往往在小众里面它发生的概率会更高，所以我常年也通过播客来进行学习在播客里面也学到了很多的知识得到了自己的很多人生的感悟。我觉得这个是我自己本身就比较喜欢的一个节目的形式吧所以用这样的方式呢，给各位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播客。在我的印象当中，播客这个概念是由 Apple 发明的。当年2006年的时候 Apple 发明，那个时候还没有 iPhone 2007年才发布嘛，所以2006年的时候风行天下的就是 iPod， 就是我之前讲过的，在音乐 App 里面讲过的那个取代了索尼 Walkman 的那个数码 MP3 随身听我这么说应该大部分人都能懂了。
那在那个时候呢，我们在 iTunes 商店里面就增加了一个叫做播客的分类，就是你可以通过电脑上的 iTunes 把播客的节目同步到你的 iPod 上面。所以从此以后 iPod 就不仅仅能够听音乐了，你还能够听有声书，你还能够听播客，所以你听的内容就更多了。你很多人你在外面看戴着耳机，并不是每个戴着耳机的人都是听音乐，有挺大数量的人其实是在听语音的内容啊，是在听这些内容的。那一直到现在啊 ，Apple 的这个 Podcast 虽然是小众，但是它的地位在 iPhone 里面其实是越来越高的，从根本就没有到出厂预装，到现在的直接系统内置了，就是你重装系统应该也都有的。我印象不错，应该是这样啊。这个有错了欢迎指出，但我觉得这个不重要。那 Apple 的播客也有一个非常好的功能吧，就是它可以帮助你把你的节目推向全世界。也就是世界上每一个有 iPhone 的人都可以通过 Apple 播客这个 App 去收听你的节目。那不像这个其他的一些音频和播客主流的一些平台，它开放的国家就比较少嘛，所以这个是我也一直比较佩服大公司啊这一点啊，就是它铺的非常的广。接下来呢，我想聊这么2个话题吧啊，一个是播客的收听，一个是播客的制作啊。当然制作我不会聊那么深。对于收听上来讲啊，如果你打开这个 Podcast 的这个 App 播客 App， 英文叫 Podcast 啊，中文叫播客，注意不是博客啊，音都是一样的，就是声调不一样，一个是第一声波，一个是第二声博，你看发音还是相邻的，波博博博啊，播客博客完全不一样。博客是一个目前很少有人在用的东西了。你现在要说什么是博客呢？有点类似于微信公众号是吧？上面写点小作文啊，就是这种小作文的形式，这个叫博客，也就是网络日记啊，用文本的方式。这个是最早，在论坛之后就有了。那播客呢，就是音频的方式，而现在您看到的这个是以视频的方式啊，这个就是一步一步一步往前走。哎，你发现没有？你这样捋一下的话，你会发现，最早的论坛其实逛的人是最少的啊。后来有了这个音频，逛的人就多一点了；后来有了视频，逛的人就更多了。现在是全民视频的时代，所以这就足以证明了这之前我论证的那些啊，那一点啊。那从收听上面来讲呢 ，Apple 的播客是以订阅的方式啊，这个对于用户来讲，订阅是不用花钱的。我特别喜欢播客一点是它里面全免费，这个特别好，你不用担心有任何的陷阱啊，什么内购啊什么没有，你所有在播客 App 里面做的所有的事情都不会给你产生1分钱的费用，全是免费的。那你在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分类，有些语言学习啊，有一些讲故事的，讲鬼故事啊什么，有一些就是分享自己的一些经历的也有，还有一些是心理学的，那还有一些是新闻类的，还有一些是人物传记采访类的，这些都有，蛮多的。如果没有体验过的话，其实你可以体验一下看，到时候我的播客开了呢，我也可以给大家推一下这个地址啊。那它的好处，音频节目的好处，一个是你在 iPhone 上订阅了之后，一旦有新节目，它会自动给你推，而且 iPhone 有一个设置是可以自动的，当新节目发布之后，哪怕你还没有点开看，它有个功能是自动的帮你先离线下载下来，这样方便你在路上可以不用流量的去看啊，这是一个好处。还有一个，我觉得我个人非常偏向音频节目，最大的原因是因为它可以不影响你做其他的事情，这个太重要了。很多时候我的音频节目消费的时间都是在通勤的路上，公交、地铁上、车上，或者是在做家务的时候，再呢就是睡觉前故事嘛。
那其实你会发现，在这些时间，在我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如果我把它变成视频，我就没法做。那我看视频必须是所有的时间都专注在这个视频上面的。这就是为什么我那个很火的视频出去了之后，也就开始有这个观众来去反馈说我说话啰嗦的原因，因为他看的是视频，他看我视频的时候他不能做其他的事情，所以一旦我说话啰嗦，他会非常的抵触，他会觉得我在浪费他的时间，所以这种时候他就非常的反感嘛，就一定要说点什么来发泄一下心中的怒火打引号哈，开个玩笑。所以但这个人的心理是一样的。但你想看，如果你听的是一个音频节目，或者我说这些废话的时候，你正在坐公交地铁，或者是你正在做家务，那可能你就会会心一笑啊，而并不会觉得啰嗦啊。更何况我不管录视频和录音频都不会，基本不会剪辑啊，都是一镜到底的。那这样的好处，它就使视频方面越来越短，对吧？现在短视频风靡全球就是这个原因。但是你会发现，视频短了之后，你一个接着一个的看，反而会占用你大量的时间。这就为什么我到现在的手机里面就从来没有下载过叫抖音的这个 app， 也没有下载过 TikTok 啊，那就这个原因。那另一方面来讲呢，如果你把这个长视频转换成音频的话，其实你是可以更高效的去学习的。而且我特别喜欢音频节目的一个倍速播放的功能。很多时候我听音频的时候都会是1.5到2倍的速度进行播放，那这样的话呢，可以让我收听的效率更高。如果屏幕前的你听我这期节目，你也可以试试看，把它调成1.5倍到2倍，这样的话呢，其实我20分钟的节目，你用10分钟就能听完了，对吧？如果2倍的话，这是我自己经常用的，而且特别需要的一个功能。我自己在看 YouTube 视频的时候，90%以上的视频我都是只听音频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花钱买 YouTube 会员的原因，因为你买了 YouTube 会员之后，它是有这个后台播放的功能的。那我点开一个视频，我接下来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屏幕关掉，我该干嘛干嘛，我只听声音。所以我特别喜欢耳机啊。之后我产品分享给大家，可以分享更多的耳机的节目，如果大家觉得有需要的话啊。我有非常多的耳机，和麦克风。啊，这个是后话啊，这个以后再说。咱们聊播客制作的时候，可以去跟大家去聊这方面的内容。那你也可以尝试，比如说你不想花钱去订阅这个 YouTube 的会员，你也可以把我这个或者谁吧，随便谁的视频，对吧？把它打开，然后声音放大一点，你干嘛干嘛去啊？或者别用手机放，用个电脑放，或者连接到你家里的 HomePod。或者是一些什么别的蓝牙音箱什么随便你啊，那我觉得这个是我自己比较受用的一种方式。那这是什么呢？其实不就是把视频转换成播客嘛？那就是这个道理嘛。你否则你只看着我这一人在这讲干嘛呢？我这个本质上是把播客视频化给你，当然是因为这个平台比较容易吸引观众啊，这个是有实实在在的一点好处的啊。那第二个呢，我从这个播客的制作上给大家去分享，因为制作播客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在你的 iPad、iPhone 跟 Mac 上都有一个天生的播客制作的软件，叫做酷乐队啊，英文叫 GarageBand。那关于酷乐队 App 的这个视频，我印象中我应该已经做过了，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往前面翻。肯定会有聊到这个软件的一些东西，应该聊到酷乐队是出厂预装，应该聊到的啊。你看这就是废话。如果你听音频或者你状态比较好的话，你会跟我一起心里乐一下啊。但是如果你看视频的话，你说这傻逼又开始啰嗦了啊。所以其实我觉得播客跟酷乐队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你自己也有一些想去表达的东西，我觉得大可以从播客开始啊，从音频开始。我给大家讲一个我真实的故事，就是我曾经有2个月的时间，每天上下班，不管我是骑电瓶车还是坐公交车，我都会
领子上夹一个麦克风，然后我就一直在录一些我说话的内容。我录什么呢？就是我专门给我父母录这个 iPhone 的基础教程啊，因为我觉得作为老年人，他们完全错过了这个计算机跟网络时代，他们要恶补的东西非常多。那我就每天上下班15分钟的时候，骑着电瓶车给他们讲一些这种东西，录了大概有100多期。所以我为什么现在会想到我开这个系列节目，其实跟那个也有原因的。开这个系列节目，一个是我给我父母录这些音频节目，只给他们俩听，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之前在 Apple Store 的工作经历，这两个联系在一起，催生了我去做这个 iPhone 听书系列的一个想法。所以说聊到播客呢，其实我还是个人来讲蛮推荐各位啊，如果已经常年使用的，咱们可以共鸣一下；如果还没有体验过的，看了我这期节目的话呢，你也可以找一找你手机里面的播客 App 去点开看一看，说不定能发现一些意想不到的惊喜。好，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观看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